为什么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大多是被动的、退缩的？为什么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真正的爱情表达？为什么中国电影普遍没有欧美电影好看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被动、僵尸与寂灭这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被动、僵尸与寂灭。中国是好男人，稳重厚道，但被动消极。被动消极的原因不是善良，而是因为有一颗玻璃心，承受不了渴求表达后被拒绝的挫败感。他们那张缺乏表情的脸很有欺骗性，会让人觉得怎么攻击他们都没事。其实他们只是貌似一锥子扎不出个屁来，但不满却在心里累积，等着爆炸。即便不爆炸，面对攻击他们的人，感情也在消亡。他们的情感表达，特别是爱情，只能抵达离自己胸口1厘米远的地方。这点热情，如果受到一点挫折，就会收回。他们的情感流露是微弱且迂回，要等女人认可后才会前进1厘米。一旦没有被看见，甚至被否定，他们就会迅速收回。所以他们的追求常常是只有一个回合，甚至这一个回合都是被动的。征服他们的最好办法是夸奖他们有多好，多么有爱的能力，然后他们就会愿意做牛做马。不过对他们最好的事或许是攻击他们，摧毁他们，这样才能破掉他们厚厚的壳，将内心的悲伤、羞耻、绝望与孤独翻出来。在微博上写了这样几段文字之后，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回复。一位网友说，我忽然感觉到我的老公其实在心里说，我会温柔对你，容忍你的一切，你就是我的中心。这个被动的男人确实在用无声的表白在心中呐喊，唯一的自私就是能如此温柔地囚禁爱人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真的是一种囚禁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没有色彩，没有欢笑，无趣无聊。一位网友则发现，攻击好人老公是有效的。老公是超级好人，经常说无所谓，尤其是吃东西。见他这么不计较，我就故意给他吃我不喜欢的，例如剩菜或者鸡胸肉，并且故意声明是你说的无所谓，我就给你吃难吃的吧。我嘴很刁的。久而久之，这样做反而激发了他的坏。他现在也会说自己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，或者至少不用在我面前做圣人了。一位男士则回复说，我承认我也是做好人，出卖自己的灵魂去讨好别人，不敢面对自己的恐惧。不过现在改了好多，我早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只是很久以来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要改变从前的一切，我要活出更好的自己。作家崔卫平女士也写过这样的中国男人，他们的确有许多魅力，有很多过人之处。除了在卧室这样失去公共空间的地方，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令人满意的，值得称赞的。然而这样一来，身处其中的女性更加感到孤独。你所碰到的并不是什么坏人，相反是人们眼中十足的好人。他无意加害于你，也无意加害于任何人，甚至他对于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，包括对你本人也心存善意，一如既往地对你好，在生活中尽可能地给予照顾，甚至并不把目光落在别的女人身上。他的家庭生活中，一部分是外人看见的是成功的和令人称羡的，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外人所看不见的，是悲惨的。好人常常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越活越封闭。我有一位挚友，最后发现自己逐渐变得谁都不想见，甚至为了不见人而编造谎言，然后又为自己竟然会说谎而极力地攻击自己。这个变化的过程悄无声息，但却是一个日渐无聊的过程。活力是带着攻击性的，好人不能接受这一点，甚至还发现更深处的活力如恶魔一般藏着绝望、无助和怨恨，于是更要屏蔽它，而只表现好的一面给别人看。结果活力表达就变得日益困难，最终身体变得软塌塌的，一旦需要活力时，会克制不住地打出一个又一个的哈欠。我有一位女性来访者，
在典型的重男轻女家庭中长大，家里几个女孩，最小的一个是男孩，他被忽略得很严重，也一直是好脾气。每次到咨询室，他都会忍不住地先打一堆哈欠。有一次，我说干脆就让这个哈欠的能量彻底展现一下吧，你肆无忌惮地打哈欠吧。结果他足足打了40分钟，但逐渐他打哈欠的时候越来越少，相应地他越活越精彩，同时脾气也越来越大。她的丈夫在这2方面都感受到了。有一次对她说，好奇怪，现在你越来越不好相处，但做事越来越好，我怎么还越来越喜欢你了？好脾气常常是活力被阉割的结果，这样的好脾气总伴随着无趣和无力，也不能和别人建立生动饱满的关系。相反，将活力活出来，会让别人觉得你不再那么容易让步，但也更加精彩，更加有魅力。好人的最高境界，道德僵尸。关系中最重要的是链接，能量由此得以流动，彼此都被滋养。既不给也不要的禁欲者在中国不常见，广泛存在的是付出者，也就是在关系中只付出不接受，他们心中会有怨气，并是制造内疚的高手，并不伟大。最严重者可称为道德僵尸，只靠道德感找存在感，人味丧失殆尽。所谓的道德僵尸，也就是生命中的一切动力都集中在追求我是一个好人上，而几乎灭掉了生活中正常人类的感情。虽然中国是好人，在男人中很普遍，但道德僵尸这一级别的大多是女性，她们普遍在童年时严重被忽视。有时听来访者讲道德僵尸级别的长辈，我都会打冷战，因为看到我的道德自恋走向极端，就成为道德僵尸了。大禹治水，几次路过家门而不入，这是集体主义文化的逻辑。我不考虑个人得失与情感，我考虑的是集体利益。这种牺牲小我为大家的故事，一直是我们民族的美谈，它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也许因为巨婴必然是自我的，如果顺着其本意来，只会考虑自己。比如我们一直有私德而无公德，因而需要强调巨婴的对立面，完全不考虑自己。将自己的小家庭放在第一位，特别将伴侣和孩子放在第一位，这已经是现代的一种全球意识。好莱坞、宝莱坞、欧洲等的一些影片都会展现这一点，这也不只是展现，也是他们真实的活法。比如美国职业篮球比赛时，再重要的比赛，如果家人有了事情，球员们都会放下比赛，而先去照顾家人。今年也就是2016年刚刚结束的 NBA 总决赛中，詹姆斯率领骑士队奇迹般地击败了勇士队夺冠。获胜后，他跪地哭成了泪人，起来后第一句话是，我的太太在哪里？但在我们的集体主义文化下，一直在倡导牺牲小家而照顾大家，牺牲小我而照顾大我。一旦出现一些极端，会大肆宣传，但你从中闻到了反人性的味道。比如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大肆报道过一个道德模范，他是乡下的医生，总将村民的疾苦放在第一位，但他又是单亲妈妈，孩子很小，需要照顾，这怎么取舍？他的做法是常常将孩子绑在椅子上，然后去救治病人。最后孩子生病了，他仍然投入地去救助别人，结果孩子病死了。这种故事稍微有点人性，就不会觉得应该大力倡导。太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父母或伴侣对别人很好，在外面都是公认的好人，但对家人却非常糟糕？越是核心家人，比如伴侣、孩子，就对你越不好。过去我会认为其中的道理是，在外人面前这种好是可以装出来的，但在家里人希望自由自在，本性就出来了。现在我想，这其实是中了中国集体主义的毒吧。我们一直在倡导要为大家牺牲小家，结果无数人就真会这样表现，有时简直就像刻意对家人不好而对外人好似的。这种毒如果进了骨髓，那就真的会成为道德僵尸了。这不是说说，这种特别爱奉献而不会对自己和家人好的人，我见过太多太多了。他们多会骨瘦如柴，并且表情和身体都会非常僵硬，真的如僵尸一般，并且他们的脸上总有怪怪的笑容，让你有些不舒服。如果你仔细留意，甚至会有害怕的感觉。我想他们的笑容是想给外界传递一些善意，
但他们潜意识深处的黑暗，特别是恨意，已经不能很好的掩盖了。结果在传递善意的同时，这份恨意或者说恶意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。我的一位来访者，他的妈妈可以达到道德僵尸的标准。他的妈妈在家族和邻居中很受推崇，因为太能付出和牺牲了。如果家人和外人起冲突，他会本能地捍卫外人。他的这一逻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最后变成他总是对家人习惯性地说，都是因为你不好，不是说要牺牲自我照顾集体吗？不是说要牺牲小家照顾大家吗？好吧，任何时候只要一出问题，就会怪罪家人，说都是你不好。他离婚了，闹得沸沸扬扬，他觉得别人在非议他，于是讲给妈妈听，结果妈妈说，就是因为你不好，你不离婚，谁会这样看你？他去相亲，险些被强奸，逃回来后，妈妈知道了，没有一句捍卫和心疼，而是没人性地说，你还不愿意？你知道别人怎么议论我们吧？你又矮又丑，还挑什么挑？因为这样的原因，当家庭遇到侵害时，比如儿女被性骚扰或性侵时，很多父母不能保护他们，而是想着息事宁人，甚至怪罪孩子。这也算是牺牲小我为大家吧，并且对自己人要加上一句残酷的话，都是因为你不好。虽然现实中我们是互害型社会，但教导中真是想建设出一个君子国，先别人后自己，先外人后家人。虽然很多人未必有多善良，但一出事先怪罪家人一句，都是因为你，实在是太常见了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太多人都中了道德僵尸的毒。如果父母如同道德僵尸，那么相应的，家庭就是坟墓了。坟墓是梦中一个很常见的意象，很多人在梦里或冥想中见到坟墓，对坟墓意象的最常见理解是，它就是你没有感情与活力流动的家。坟墓有时也象征着你情感寂灭的心，厚厚的外壳则是密不透风的防御，既不让光照进来，自己也绝不走出去。情感寂灭之美，俄罗斯大文豪索尔仁尼琴说，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。犹太哲学家马丁·布伯说，你必须自己开始。假如你自己不以积极的爱去深入生存，假如你不以自己的方式去揭示生存的意义，那么对你来说，生存就将是没有意义的。巴菲特说，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教诲是父亲一再对他说，尊重你自己的感觉，你越是别具一格，别人就越喜欢对你说三道四。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坚持你自己的感觉。心理学家弗洛姆说，必须让他找到一条新的道路，激发他促进生命的热情，让他比以前更能感觉到生命活力与人格完整，让他觉得活得更有意义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心理学家罗杰斯说，成为你自己。心理学家马斯洛则说，自我实现。在我看来，他们说的是同一回事，也就是你必须也只能从你自己出发。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体，你需要展开你的各种能量，与其他能量体建立链接。这份链接越饱满，你就越能发现自身的能量是好的，别人的能量也是好的。当这份链接达到极致，所谓的正悟就会发生。我相信，也许还有别的路，但至少活出自己是一条常见的路。但我们的文化却总倡导与这条路相反的路，背离自己，听别人的话，为别人服务，等等等等。灭掉你自己的能量，也就是你的欲望、爱、热情、野心、声音等等，都极为困难的。结果，灭掉自己的能量成了我们文化中一个自我修炼的桂冠似的。孔子的目标便是72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其实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欲了，活力丧失了，却以为自己证悟到了平静、安静乃至解脱，甚至觉得是有文化的优雅。这种将自我阉割美化的现象，在我看来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中最可悲的玩意儿。李安的影片《卧虎藏龙》一开始，李慕白给于秀莲说，他闭关到了极寂静时，进入了空，被光笼罩着，这貌似要得到了，但李说他感受到的是无法承受的寂灭。然后他决定下山去追随所爱，也就是于秀莲。只因为于秀莲名义上的丈夫是李慕白的朋友，并为了救李慕白而死，所以虽然于秀莲并没有和他成亲，但他必须守女德。
你绝对忠诚于我，这是婴儿对妈妈的一个共生的期待。我们将这一点道德化，并非因为这个境界有多高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发展水平太低级。杨紫琼饰演的于秀莲也的确是女德的化身。当李慕白中毒将死，他对李慕白说的话是：别动气，用这口气炼神还虚吧，解脱得道，圆寂永恒。李慕白如果愿意，他早在影片一开始就可以了，但他不要这可怕的空寂，他想要的就是于秀莲。他说：我已经浪费了这一生，我一直深爱着你，我不要得到，我宁愿游荡在你身边，做7天的野鬼，跟随你，就算落进最黑暗的地方，我的爱也不会让你成为永远的孤魂。这2个细节是李安对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刻的捕捉吧。所谓开悟般的寂静，也常是感情与心的寂灭。这2幕都让我泪崩，好像触动了我内心极深极浓重的一个情节。哭泣时心里冒出了一句话：在中国得到的比爱过的人多，什么狗屁得到，不过是将自我阉割神圣化了。网友祝小波说，本来是要开悟，但是太复杂太困难了，干脆阉割了事，反正长得很像。定居德国的林毛毛在对比中德2国的文化后说，大多数人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爱人，就像大多数人没有从事自己真正的爱好一样。他们在婚姻里平平淡淡，在工作上做1天和尚撞1天钟，永远尝不到干着自己热爱的人或事儿时那种永不消逝的激情。只不过中国文化认可平平淡淡才是真，而德国文化鼓励你去寻找真正的爱人和爱好，哪怕一败涂地也在所不惜。真心希望我们都能活出这一点，去寻找真正的爱人和爱好，哪怕一败涂地也在所不惜。说一个八卦，我认识的一个心理学家说，卧虎藏龙的电影开播后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过来问他，这部电影在说什么？他说，就是超我、自我和本我啊。于秀莲是超我，玉娇龙是本我，李慕白是自我。本我有破坏性，但活得爽快；超我看着正确，但没劲。这位老先生感慨说，有道理，我明白了。之后不久，老先生给他发了一份婚礼请柬。这位老先生就是杨振宁，感情寂灭的一代宗师。看了一代宗师，更加懂王家卫电影里的那种味儿。他的电影看似很小资，其实都是压抑的情戏，但压抑的唯美，压抑的默契。电影中处处弥散着绝望，但绝望都非常感性地用中国元素来表达，给了王家卫电影一种独特的味道，并且还不是彻底的绝望，绝望中还总藏着一根细线。这根细线就是王家卫电影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程度，也是相信的程度。只有这样，有了这根细线，才更能品出绝望的味道来。但也因为有了这根细线的存在，王家卫的电影成了中国影视中现象级的存在。因为其他的导演或编剧并非不绝望，而是将渴望与绝望的感觉都给隔断了。结果是，他们的电影很容易流于粗俗。王家卫电影中那些男男女女一直都执着而委婉地抓着这根细线，可终究再没有向前进一步。其实也不想前进，最好就是宫二所说的那样，让你我的恩怨就像一盘棋保留在那儿，就停在那儿，不再前进一步。结果纵然世界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可一次次重逢硬是没将爱活出来。我曾经在香港学催眠课程，连续有2个晚上做了20多个梦。第一个梦是1万多年前，最后一个梦是解放后，都是我和同一个女子在上演同一模式的故事。若梦在讲前世，那真是应了我前面的那句话，一次次重逢可一次次错过。忘记了这根细线的人成了避俗之人，记得这根细线但同样又品懂了绝望味道的人就成了一代宗师。不懂的人们拼命学武，电影最后叶问的武馆开张，开拳比武，弟子们不亦乐乎，唯独叶问安坐着。外面的喧嚣更衬托了叶问的寂寞，能与这寂寞相处了，也就进入了画境。那些吼叫着的小年轻，还有那红着眼睛不断猛攻的对手，他们还试图在这种体力的击打中找到存在的价值。当这么做时，
一个人与自己的内心是缺乏链接的，他因而也是身心分离的。所以进入画境的宗师，轻轻一下就可以让他们倒下。一个又一个的男子兴奋地练武、比武、挣面子，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，就存在了。可只有品味到感情寂灭的人才知道，能与这种寂灭在一起，你才真正触碰到了存在。在读研究生时，给人生立下了3个目标，哲学式的。第一个是与孤独达成一个默契。我以为我要的这个寂寞不是绝望，而看完《一代宗师》之后，我有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都陷入了寂灭感。他的电影是与感情的寂灭达成了一个默契，但它能唤起我的寂灭感，至少一个看得见的答案，是我那20几个梦。那些梦即便不是前世，也反映了我内心对爱情是多么的绝望。看《一代宗师》时，我脑海里老闪烁着一个看似没那么有道理的画面。魔戒王者归来中，魔眼一毁，弗雷多醒过来，发现已经在夏尔、阿拉贡、甘道夫、金匹等人逐一出现，2个霍比特人兴奋地跳到床上，拥抱弗雷多。最后，一直与弗雷多生死与共的山姆出现。看到山姆那一刻，弗雷多仿佛忘记了一切，只是专注地看着山姆，山姆也看着他。他们没有说话，没有行动，但却从眼睛、从心看见了彼此的一切。从一代宗师谈到魔戒，像是一种无厘头。不过，王家卫的电影如果不是沉到感觉里，也像是无厘头。他的电影玩的是味道，是感觉，画面的逻辑不在头脑的逻辑中，而在感觉中。我想我也一样，弗雷多与山姆对望的那一幕，与叶问和宫二最后对望的那一幕，都形成了对比。我被王家卫拉到一种寂灭中，但心中跳出这个画面对我说，这世间还有另一种味儿，那种味儿清新、简洁、有力且光明。最近做的几个梦让我明白，对感情的信心就是对整个世界的信心。魔戒3部曲讲的是如何不被魔眼统治世界，是一个又一个人的英雄之旅。我们看见他们拯救世界，他们也在拯救自己内在对情感的信心。为什么我们的电影中没有魔戒的那种味儿，也同样没有电影勇敢的心中的那种味儿？美国神话学家坎贝尔认为，欧洲最伟大的传统不是基督教，也不是古希腊，而是从12世纪开始的对爱情的传唱。或许魔戒的味道至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西方的电影在拯救世界的同时，从不忘对爱情进行歌颂。可我们的张艺谋却在英雄中安排了这样一出，让神仙侠侣主动求死，只是为了维护能带来统一的帝王的面子上的秩序。爱情与拯救世界成为敌人，最终就是爱情永远为各种各样看似正确的事物让步。所以我们的爱情故事都是浅尝辄止，只在不断的重复品味中留了一条细线，而这已经够惊天动地了。一代宗师中，叶问和宫二对打，2人鼻尖在一线间擦过，那一瞬间世界安静了下来，2个人产生了感情。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只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，以这种方式久别重逢像是一种模式。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中，美貌的紫山龙王爱上了银叶先生，也是因为2人在冰水中打斗时有了肌肤之亲。关键不光是肌肤之亲，还有打斗。为何武侠爱情片、动作爱情片如此受欢迎？打斗加肌肤之亲很重要。只是我们的肌肤之亲总是轻轻一下，不像西方电影中香艳直接，轻轻掠过的肌肤之亲，我们称之为含蓄。含蓄是东方之美的精髓。但看完《一代宗师》后，一遍遍地回味王家卫所有电影中的那种味儿，我突然间明白，所谓含蓄就是对感情寂灭的美感式表达吧。但再怎么表达，骨子里还是绝望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被动、僵尸与寂灭这个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